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我们到海边来吹吹风啊。因为前几天呢是下雨天，海就有点脏啊，所以就是这个旗子，大家看到这个旗子没有？这个旗子如果是绿色呢，就代表这个海是比较干净的，适合去海里面游玩的。如果是红色的话，或者是黄色的话，那就是不太干净啊。那么这两天呢，西班牙的温度也慢慢的升高了啊，所以每天还是到海边来吹吹风、游游泳什么的。这个海上还是有很多活动的啊。我一般呢都是等到这个太阳落山了，我才到海里去游。因为我最近啊，就是我发现只要我一照太阳，我这个头就非常的疼啊，然后一疼就是要疼一天两天啊。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平时不怎么用防晒霜啊，或者说就是有一些这种像热射病这样的这种感觉啊。那么所以像现在太阳很烈的时候，我就等一会儿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就顺便聊一下啊，最近在欧洲啊，在西班牙发生的一些事情啊。那么我之前呢，其实我一般啊，我还没有来到西班牙，包括我刚来的时候啊，我一般都关注的是美国啊、日本啊、中国啊，那些新闻啊，还有事件。那么来了以后呢，我最近呢，我发现其实欧洲啊，也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啊，包括就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，欧洲也有很多就国际的这种事件啊，政治上的、经济上的，很有意思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聊一下啊，就是说西班牙最近呢就不买美国的 F-35啊，还有呢就是一个10亿的美元的芯片工厂啊，还没有开工呢就取消了。而与此同时呢，川普啊，就特朗普在那个关税协议中啊，把这个欧盟呢打得落花流水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最近这个欧盟啊又开始反转了啊，就是之前签的协议，本来之前签啊就是说要买7000亿美元的能源，再投资6000亿美元在美国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6000亿美元的投资呢，欧盟表示要反悔啊，就他说是无法兑现啊。那这些事情呢，看起来对吧，好像都没什么关系啊，但其中这个事情呢，还是有很深的联系的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把这些事件呢都统一的讲一讲啊，因为这个呢，不光是西班牙的事情，这个呢也是欧洲啊，也是西班牙，还有中国啊，就一起参与在其中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就先把时间线呢拉到2022年啊。2022年呢，北约峰会呢在马德里召开，美国当时呢就对西班牙呢敲了警钟啊，当时说呢要求西班牙立刻排除中国产的通信元件啊。他们呢其实一直就盯着西班牙的技术供应链。这个通信元件呢，就是一些反正中国的什么中通国际啊，对吧？就美国要制裁的那些什么华为啊之类的啊。那么到了2023年的7月呢，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磅的消息啊，就是美国芯片巨头博通的高层亲自来到西班牙，宣布呢要投资10亿美元，在欧洲建一个唯一的大型芯片的后段分装厂啊。那么这个工厂呢，当时其实是西班牙政府包括整个欧盟都是非常重视的啊。那么它呢是西班牙的国家战略的核心啊，也是欧洲把它当时媒体称作呢减少对亚洲芯片依赖的重要的一步啊。但是没想到呢2年不到，这个芯片工厂什么也没造，对吧？就结束了。
那么2024年下半年啊，西班牙政府呢就换人了。当时呢，这个数字化转型部的部长就换成了一个叫奥斯卡·洛佩斯的人啊。他上任以后呢，他从来没有联系过博通，甚至没参加正式会谈啊。这个是西班牙媒体对他的一些判断啊。但是我有我的看法，我觉得呢，就是2024年下半年正好是那个美国其实大选对吧，也要换届了。那个拜登啊要换成川普，所以可能我觉得也并不是他的问题啊，因为美国换届以后到底啊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，对吧？川普是美国优先的，对吧？要求大家都把厂啊，都把这个公司啊在美国建设的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是他没有什么主动联系过博通啊，也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大家都想看一看，对吧？那么当时呢，这个项目呢就第一次出现了停滞的信号啊。那么与此同时呢，另外一件事情呢就也开始发酵了。这个事情呢就是62亿欧元的 F-35战机采购计划啊。这个美国的 F-35啊是洛克希德马丁生产的第5代的隐形战机。它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隐身、信息化，还有就是垂直起降啊。西班牙呢，原来是要购买50架，替换老式的姚式和 F-18，预算呢是62欧元。当时呢，这个英国的《简氏防务周刊》呢，都提前放风啊，说判断西班牙会购买多少。但是呢，在2025年初呢，西班牙就突然宣布不买了啊。那么宣布不买的原因呢有3个，一个呢是战略自主啊，就他们打算呢85%的预算呢投向欧洲的本土产业，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啊。第二个呢就是技术黑箱啊，就是说你买了这个 F-35战斗机呢，核心的软件全是在美国的手里的，你买了以后你也不能完全自己维护，对吧？更有一种说法就是，如果美国不同意你使用这个战机的时候，美国完全是可以通过后台啊，就是控制这个战机，就不让这个战机起飞啊。第三呢，就是维护成本很高啊，那么配套的设备啊、跑道改造啊都很贵啊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并不是绝对的原因，对吧？因为都已经花那么大成本了，这些维护成本就是小的成本啊。那么主要呢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和战略自主也有点关系的，因为之前我的视频也说了，就美国川普呢要求大家把这个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5%，但是西班牙现任政府就不同意啊，就只愿意提高到2%，并且呢，就是美国这个5%呢是让大家去买美国的武器啊。当时欧盟很多国家呢都以为提高到5%，但是呢是买欧洲各国自己的武器，所以这个当中呢，其实是有本质化差异的啊。后来呢，这个洛克希德这个马丁啊，他也有一些那个退让啊。他说呢，就是可以有一部分呢是在意大利那个制造，就是这些飞机什么的啊，但是西班牙还是拒绝了啊。当然了，就是西班牙这个拒绝呢，现在也是有那个西班牙的 PP 党，西班牙的 PP 党呢，它是现在要求就现任政府啊，国防部长什么的要求啊，讲清楚为什么不用美国的，不采购这个飞机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就是 PP 党是它是相对来说比较亲美的啊，就也不是说亲美，就是它在意识形态上啊，它也是偏右的，就是靠近川普的他们这个一派的，对吧？那现任的西班牙的政府，像桑切斯什么，他们是比较左翼的，对吧？啊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不买这个 F-35呢，那么2030年呢，就海军将彻底失去就能够垂直起飞的啊这个飞机啊。那么最让美国不爽的是什么？西班牙内政部呢，就是又签了一个合同啊，就是1230万欧元的合同。这个合同呢是给了
中国的华为啊。那么美国呢就立刻抗议啊，就威胁说要重新评估情报共享啊。他说华为就是红线，如果你要把这个合同啊，或者你采用这个华为的东西，那么美国就以后不愿意把这个情报共享给你西班牙了。那么现在西班牙是顶住压力的啊。当然了，这个我觉得也是和一些就是现在的关税战啊，我觉得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。就这些都不是独立事件，这个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啊。那么2025年夏天呢，川普呢就重返白宫了，在2025年初，对吧？夏天呢，他在白宫呢就对全世界开展了关税战略啊，欧盟也不例外啊。那么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呢，8月1号啊，在苏格兰，对吧？川普自己的一个什么庄园里面，选择了妥协啊，就签订了这个现在可以说被欧洲媒体称为这个臭名昭著的投降协议，是吧？就未来3年，从美国要采购7500亿欧元的天然气能源啊，接受15%的关税，放弃对等反制啊，还要投资6000亿的这个投资。那么，反正当时很多批评声啊，我在其他视频也说了，就欧洲的媒体啊，包括领导人啊，反正就全面的批评，对吧？那骂的最惨的当然就是这个冯德莱恩，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也不能全部赖冯德莱恩，对吧？因为他其实也只是一个欧盟的代表，说白了就是欧洲这么多个国家，有这么多个领导人，这些国家元首，对吧？就他们没有啊，一开始就提出一些批评啊，或者一些什么东西，就等到这个协议签完了啊，就好像他们就骂这个冯德莱恩啊。那我觉得这点上呢，对冯德莱恩来讲呢，也并不是特别公平啊。但是呢，或许啊，由于批评的声音，或者说由于这个欧盟内部啊，也有了新的一些想法吧。反正就最近呢，对6000亿美元的投资呢，他说没有办法完成啊。主要的原因呢，他们找了个借口，他们说欧洲都是私营企业，所以呢没有办法强制要求这些私营企业呢去美国进行投资啊。那么川普就气炸了，对吧？因为川普这个事情都说出去了呀，新闻都发布了呀，容不得你。那么川普就威胁啊，他说如果欧盟不履行对美投资6000亿美元的承诺，关税呢立刻将从15%呢涨到35%，制药行业最高要到25%啊，并且呢对瑞士要进行40%的关税啊。瑞士这个关税呢，他们也说瑞士的一个轮值的这个主席吧，就和这个川普打电话说对他不尊敬啊，所以因为那个主席是个女的，反正还批评了川普。然后川普就大怒啊，说要把这个关税提到40%，然后那个瑞士就一片哀嚎，因为瑞士主要的那个产业什么全是出口为主的，美国是最大的客户啊。那么由于川普的这些政策呢，应该来说是导致博通芯片项目彻底取消的啊。另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因为另外有一家美企的4亿欧元的合资芯片厂计划呢，也选择就是取消了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应该来说是川普他的大战略，对吧？就是美国优先啊，就不允许大家去投资到别的地方去啊，都要投资到美国。这两天不是那个苹果公司那个 CEO 还送给川普一个金底座那个新闻画面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美国苹果这个 CEO 这个库克呢是这个情商是很高的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皮夹克，对吧？就是英伟达的那个老板，对吧？他们都是情商很高的而且川普昨天在那个一个会议上包括在 X 这个媒体上呢，他也点名批评了这个英特尔的 CEO， 要求他直接辞职因为川普呢，其实就说这个英特尔这个 CEO 呢，过去投资了很多中国的一些芯片的公司吧，还是一些什么项目然后呢，这个今天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政府就开始呼吁了，
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啊，要转向中国、新加坡和印度啊。他们呢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中国工厂呢达成了合作啊。他们还计划在巴塞罗那设电动车的研发中心啊。那么这个加泰罗尼亚地区呢，其实是那个西班牙经济应该来说最好的一个地区啊，像巴塞罗那都是它的中心，是吧？那么他们之前也一直要求什么独立什么的啊，所以我觉得加泰罗尼亚应该在这个西班牙的政治上来讲吧，还是很占比重的啊。因为欧洲其实民间呢，啊，包括有一部分政客呢，还是比较就对特朗普反正是不感冒的啊。尤其是川普呢，对西班牙的打压呢，最近也是比较厉害的啊。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关税战上面啊，那么包括还有就是俄乌战争上面啊，包括还有就以色列这个上面，那么川普啊政府，就美国川普政府和现在的欧盟的很多想法是应该说是盟友吧，对吧？就是不一致的，甚至很多是相反的啊。那么这些事件呢，就叠加在一起以后呢，那么民众呢也对欧洲的政治、对欧盟呢表示非常的失望啊，就愤怒啊。但是这个愤怒也没什么办法，对吧？那么77%的德国人呢认为社会正在崩溃啊。法国、意大利、波兰有1半以上的民众支持强人政治啊。但这个强人政治，怎么说呢？现在强人政治是有的，对吧？就一些极右翼啊、民粹主义啊，在欧洲其实是有的啊。那么这些政治团体呢，他们其实也只能对什么移民啊什么，对吧？或包括就是执政党进行一些批评什么。因为你手里没有牌啊，你也玩不过川普，对吧？这个也没有办法，这是一个实力的问题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反正就一直到今天吧，这个事件呢也就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啊。那么这个到底是西班牙本身，还是整个欧盟啊，就是一个计划，对吧？欧洲啊，还到底能不能就是完全独立的走下去啊？这些呢，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，对吧？好吧。